大家好，对，我又来了。那今天要谈什么呢？今天怎么讲？应该有在注意新闻的，应该知道昨天交通部他突然公布说，5月3号起，就算你本来已经有汽车驾照，以前你有汽车驾照，你要考机车驾照是不用笔试的，但是5月3号起，变成说你一样要考笔试就对了。其实考笔试重点是麻烦，然后又要多花一笔钱。其实花钱是小，我就觉得是真的很麻烦，考那个笔试真的很麻烦。所以我也是受害者之一，也不是说受害者啊，就是我也是会被影响到。然后我昨天晚上看到新闻以后，我马上就因为现在的考照都是全部要网络预约，所以我就是在网络上进入那个监理站的网站，然后因为你在网络上你进监理站网站，你要预约报名的话，它会有一个危险认知的测验，它有3道题，然后它就是要你在你觉得有危险的地方的时候，你要点下那个按键，然后它会帮你做计分。然后我昨天我一直点了快4个小时，真的我不骗各位，我点了快4个小时，我就是没办法完成那个。我不是点错，而是当它有一题，它很多题目都是，像有一题是你在骑摩托车的过程中骑，然后路边有个地下停车场，突然一台车出来，你看到车子的时候，你就要点一下滑鼠，让要记录到你发现危险。我明明就是车一出来我就点哦，结果他说我没有过，我去看为什么没有过，因为它显示车子已经到马路中间了，我才点，就变成是有点网路延迟的那种感觉就对了。然后我就奇怪为什么我一直这样子，然后我检查我的网路什么都正常啊，然后就搞了4个多小时都没办法完成那个检验。我并不是答错，而是我都有按对，但是因为网路延迟的问题，所以没办法，我今天一早我就跑去，因为我住台南，我就跑去台南市监理站，然后现场报名，现场预约，他也不是就是现场你也是预约报名，但是很不好意思，所有的考照场次全部都满，已经到5月，反正就是已经都过了。你现在去报，几乎都是5月3号以后的事情。上面在监理站的他们自己的那个网络报名系统上面看到的是5月14吧，对，到5月3号以后就对了。问题是我就不想要考那个笔试，花钱没关系，我就是不想要考那个笔试，这很麻烦，很讨厌。有年纪还要去考那种东西，还要去记那种东西，真的没办法。然后就因为现场人很多，就都是因为这个问题。然后台南市监理站，它里面的职员真的很好心，他就走出来。因为我问义工也是跟我讲说，然后我帮你查麻豆，我帮你查新营，那边还有空缺，赶快去，因为麻豆新营那边报考人数很少，所以如果你们是离他们比较近的话，我建议你们就直接去那边报考就好了。麻豆好像4月十几号10号，反正5月3号之前，麻豆那边还有，新营我没有查。然后然后那个监理站里面的员工职员就出来跟我们讲说，因为交通部这个措施很突然的发布，他是说各地监理站真的都措手不及。然后台南市监理站它的处理方式是，他会他是这样跟我们讲，他是说，如果你已经持有汽车驾照，你是因为这个看到新闻要来赶快来考的话，有2个方案。一个方案就是你早上7点到7点半就要到监理站现场，他会去估算今天，因为第一场好像是8点还是7点多，我忘记了，反正他会去现场估算，如果有人没来，你就是现场补进去，你就可以现场考。但是这都是局限于你已经有汽车驾照的哦，你那种
你连汽车驾照都没有，连机车驾照都没有的，你要补考，那个就都没办法。你持你的汽车驾照跟这个体检规格表登记书，我看啊，我今天去办的，4月9号，然后2个方案嘛，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你早上反正就是早上你就要在第一场次你就要去到现场，然后现场的工作人员监考官他会看现场的人数状况，帮你安插进去。然后第二个方式就是你也是一样，就带着你的汽车驾照跟那个考照登记书去，像台南市的话是我们都办好以后，拿着你这些东西到第2股，台南市监理站1楼的第2股，然后进去，它里面会有一个小姐，很好心的小姐，她会帮你查询未来还有什么场次，如果有场次，她会马上帮你安排进去。像我很幸运的，我是排到4月13号星期二，算运气，因为他很忙，他当然他在忙，可能语气没有很好，但是我这个呢，他也没有语气不好，只是他就跟我讲说，你希望怎样，你简单扼要的跟我讲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尽快下午场。他说 OK， 你真的够简单扼要，他就帮我查询以后就给我排到13号星期二下午。我就下午场，我就很幸运的就排到了，你就不用在网络，因为现在这个消息出来，可能全国大家都一直在赶快想要考的都已经都在忙，因为像我今天去的时候，我很早就去了，但是已经过第一场次了，然后现场真的很多人，就看到都一些比较有点年纪的，都在想要赶快考这种东西，所以如果你们现在，因为今天才4月9号。到5月3号这段期间时间还很长，但是网络预约真的都没办法了。我还是奉劝各位，如果你是在外县市，你不是在台南市，你在外县市的话，也是请赶快到你们所在县市的监理单位去当场询问。因为监理站那个男员工他很好心是跟我讲说，他有解释说，因为这个发布的很突然，然后他们各地的监理站都措手不及，所以他也有说他不知道别站是怎么处理的，然后他就是跟我们讲台南这一站我们有什么方案可以补救。所以说关于考照这东西，我还是希望如果你是台南市的话，因为台南基本上我是觉得，因为你现在像我后面就有一个他直接就跳到礼拜5了，因为他只是在我后面哦，我是很幸运的，刚好查到礼拜2有下午有一个空缺，我就给他补进去了。我后面那一个就已经排到礼拜5最后一场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们觉得麻豆新营不是很远的话，你可以现场在1楼大厅，你跟那个义工小姐、义工先生跟他们讲，说你要现场预约报名，然后他会带你去。然后你台南已经没有了，确定已经没有了，除非你是到第2股去，他才能临时帮你查。然后如果你是不嫌麻豆新营远的话，你直接报那边很快就过去了。你那边我中午离开那边台南监理站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麻豆那边，真的空缺一大堆，4月10出头就有场次了，然后下个礼拜就有场次，就差不多跟我这差不多。所以如果你不嫌远的话，我是觉得你们就是往新营麻豆那边去会比较保险，因为直接网络预约就预约得到。然后我们这个是因为第2股他临时他用人力帮我们去赶快去查有没有办法可以安插才进去。像我刚刚讲的，我排到礼拜2，我后面那一个小姐她直接就排到礼拜5下午最后一场。所以说可能你1个礼拜只能插2个进去，如果你人很多的话，1个礼拜就7天，然后到5月3号也剩没几个礼拜了。所以说这个也算是紧急通知，我不知道网络有没有人谈到这个问题。当然了，很不好意思，我无照骑重型机车，我已经骑很多年了。
但是都奉公守法，安安稳稳的，我也没收到那个。然后我有汽车驾照嘛，我骑绿牌的54 OK， 我也常骑啊 ，Vino 就被骑坏了。所以说好了，这个如果各位有这方面的需求，切记赶快去，你不要去询问，如果是外县市的，就去询问你们当地的监理单位啊。如果是台南市的话，台南县市的话，就记得台南市监理站崇德路1号已经没有崇德，对，反正就台南市监理站你现场预约已经没办法，除非是到第二股去安插，但是第二股安插几率现在越来越小了。所以说，如果台南县市的话，可能往麻豆新营方面跑会最快。然后外县市的话，就赶快，你们不要在网络预约，那个没有用，都会一直塞车。我为什么昨天晚上在网络预约4个小时进不去，就是因为全部都在塞，就导致他们网络延迟的很严重。所以今天我去跑，也很幸运就让我排到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们真的有这需要，不要在网络预约，直接到监理单位去现场，利用他们的系统网络报名，或者说看他们有没有别的处置方式。然后基本上我还是这样，他这是针对你已经有汽车驾照，然后还没有考机车驾照的民众，你可以省掉150块的报名费的笔试费用，跟你还要去记那些东西，最讨厌。其实钱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不想要去记那些实体就对了。然后记得带你的身份证、驾照、1寸照片3张，1寸的照片3张，大头照3张。然后如果确定有要办的话，赶快去，先在家里查询一下哪里可以做体检。你直接体检完以后，办好体检报告、体检单以后，直接进监理站就去，因为你不是网络报名，就是请他们有没有别的方案，所以你这个一定要办。反正就是你要去办之前，你一定要先准备好1寸照片3张，身份证、驾照、汽车驾照、身份证1寸的照片3张，跟这个体检登记书。好，就今天分享这个很紧急，所以大家赶快有需要的话赶快去弄，要不然真的，除非你真的是学霸类的，你不怕考试，好啊，我是很怕考试，花钱不是重点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